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故事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孕期3个月的时候，婆婆突然带着全家上门，要我把5万的彩礼还给他们。反正你们现在结婚了，也不差那笔钱，刚好我们老家的房子翻新需要，都是一家人，你不会不答应吧？婆婆李云说得理直气壮，仿佛我不给就是我的不孝一样。我看了看坐在旁边一言不发的丈夫高浩，冷笑一声：这彩礼给了哪里还有还回去的道理？你要是缺钱，我可以打欠条给你们。李云一听这句话就不乐意了，一家人哪里说两家话？我耸耸肩，退的话也行，那你得把我家给的50万嫁妆也还回来。顾梦，你别太过分了，这是我的家人。原本一直装死的高浩这下突然站起身来指责我，我不可置信。往常我和婆婆李云多多少少都有些摩擦，原本她从来都是站在我这边，婆媳关系也被她平衡得很好。可今天退回彩礼这么离谱的事情，她居然反过来说我的不是。你都怀了我的孩子了，还计较这些干嘛？都是一家人，你爸准备给你的另一套房干脆过户给我女儿好了。我望着这一家人突然笑了，原来这才是他们的真面目。难怪在我只是怀孕了3个月就火急火燎让我辞了工作在家里养胎，现在看来只是为了拿捏我的手段罢了。一旁的小姑子高瑜也上来假意劝说我，嫂子，你把房子给我后随时都可以回去住的呀，你那套房子离我公司这么近，我上班很方便。我没理他们说的话，看向了高浩，你和他们一个意思？男人没回话，可他的态度已经说明了一切。好好好，非得玩这一套是吧？我冲到阳台，拿过拖把一顿乱挥，把李云几个人全部赶到了门外，最后大力关上门。高浩开始和我冷战了。记忆里来，这是我和他在一起后第一次冷战，因为往常发生争吵的时候，他都会放下身段来哄我。我以为他是真的爱我，没想到他是真的算计我。大概是在我昨天刚从公司辞职回来，他的态度就变了，加上我赶走了李云，他甚至还对我的身材冷嘲热讽。怀孕后我的胃口确实好了不少，吃得比以前多，自然就胖了。第2天早上高浩去上班后，我直接去了医院预约人流手术。从医院出来已经是傍晚，肚子还有些隐隐的疼痛。我回到家的时候才发现家里乱糟糟的，餐桌上还有刚吃完的外卖。房间里传来游戏配乐的声音，我走过去看到是高浩，还奇怪了下。他之前是从来不打游戏的。阿姨怎么没来煮晚饭？不知道。高浩对我的话心不在焉，眼睛一动不动盯着游戏界面。我直接就把电源给断了。你有病吧？男人比我高，一下就把我整个人笼罩在阴影下，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心里对他生出惧意。我问你保姆今晚为什么没来？我让他去照顾我妈他们了。我被这话说的一愣，没想到这一家子还真是蹬鼻子上脸。凭什么？就凭你现在没工作还怀着孕吃我的用我的，哪里有这么多要求？我冷笑，直接把今天在医院打胎的单子扔到他面前。他看着单子，眼神一下惊愕。演了这么多年，累不累啊？明天就去离婚，你要不同意就只能起诉了。说完，我直接关上房门，把他锁在外面，沉沉躺在床上睡去。我是被李云的大嗓门喊醒的。他坐在客厅的地面上撒泼打滚，旁边是被撕碎了的医院报告单。你个天杀的玩意，居然想断我家香火，我的乖孙哟！我皱着眉头环视了一遍房子，四周都有被砸过的痕迹。小姑子高宇坐在餐桌上吃着外卖，
昨天晚上的外卖垃圾就摆在他面前。高浩坐在沙发上玩手机，对他妈的所作所为不理不睬。我被吵得头疼，转身进卧室，拿过一个水杯往地上一砸。吵什么吵？李云被杯子的碎片溅到，跳了起来。随后他直接打开大门，到公用的走廊上继续大哭大闹。老天爷呀！这个女人不仅害了我孙子，现在还要杀了我。休息日大家都不用的上班，很快邻居都陆陆续续开门看着这里的动静，甚至还有人专门从楼上楼下跑过来凑热闹。李云看人来的多了，闹得更起劲，直接躺在地上发疯。这也导致了邻居们看我的眼神带上了一丝鄙夷。真狠呐！都3个月了还跑去打胎。是啊，是啊，我以后可不敢要这样的儿媳妇。众人的议论声传到我耳里，废话不多说，我直接拿出了那天的录音。说来也巧，他们过来要彩礼的时候，我还在和闺蜜聊天，那边听到这里的内容，正好录了下来。几分钟的录音放完，全部人的矛头瞬间转向了李云，更有热心的大爷还出来给我打抱不平。结婚了还要回彩礼，真不要脸。是啊，还这么心机的想要拿我们大伙当枪使。周围的人越说越起劲，李云脸上挂不住，就要往房子里冲。我伸手拦下他，顺便把高宇和他们的垃圾一起扔出了家门。随后我转身对高浩说道：“现在去民政局，我是不会同意离婚的。他在我身边伪装了这么久，肯定不可能轻易放弃。”我洗漱完，直接出发去见了昨天就约好了的律师。你离婚协议书的整个流程很快，我的要求就只是让高浩净身出户，让他们家把这几年从我家借走的钱还回来。我和高浩是在大学里认识的，他从老家拼命地考出来，还常年霸占专业的第一。我们的工资都差不多，唯一差的就是双方的家境。曾经的我天真的以为只要另一半够上进就好了，况且高浩还是当年他们系里的季草，身高颜值都没得挑。幸好他的真面目暴露得比较早，不然等到真的孩子出生，我才是吃了一个哑巴亏。晚上我刚想把离婚协议书拿出来，高浩就事先拿出了另一份，上面不仅要求我向他们全家支付抚养费，就连现在的这个婚房和李云住的那个房子都要过户给他。你还真是狮子大开口啊！你家这么有钱，也不差这几套房。况且我好不容易才带着家人来了大城市，你让我怎么了？见过不要脸的，还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我一巴掌扇在了男人脸上，这一下使出了全部的力气，高浩的嘴角还渗出丝丝血迹。他举起的巴掌就要落下时，我干脆就把脸迎了出去。你打吧，到时候我会以家暴把你告到破产。高浩不甘心地放下胳膊，随后把我带回来的离婚协议书全部撕碎。那看浩到最后你有什么好处？谁还会要你一个二婚的破鞋？他的语言刺痛着我的心，我无法把这个人和之前的那个丈夫挂钩。高浩不同意协议离婚，他就是想最后狠狠地吸我家的血。就在我还苦恼怎么甩掉这一帮狗皮膏药时，闺蜜发来了一个关于高浩的视频。视频是在一个高档的西餐厅门口拍的，里面的一男一女亲昵地为对方吃东西，桌子下的两双腿还交叠着。这是上周拍的，闺蜜一直不知道怎么和我开口，所以到现在才敢发给出来。也就是说，很久之前我就被绿了。内心的悲痛愈演愈烈，这几年的青春真当是喂了狗。我保存了这次的证据，还找了私家侦探去帮忙调查。这一次他们一点便宜都别想占到。我以为上次大闹走廊的事情结束后，李云会消停一会，
没想到他直接带着我的父亲和继母上门劝说。父亲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看着我，旁边的继母还在充当搅屎棍的作用。你个不孝女，这么好的婚姻偏偏要出轨。茶几上放着一沓照片，正是我那天约谈律师的时候拍的。父亲有心脏病，这会已经是在大喘气了。继母江晚在旁边给父亲顺气的同时，还不忘数落我：多大个人了，还惹你父亲生气？这要是出什么事情，你担待得起吗？我冷笑着看向李云，几张照片能证明什么？还是说你有偷窥的爱好？或者是你想我把那天的录音再放一遍？李云明显底气不足，当然我也不敢让父亲听到那段录音，害怕他因此犯病。哎呦，你劝劝这孩子吧，前几天背着我们去打胎就算了，这几天还在这里闹离婚。你打胎了？他说的是真的。父亲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我只能先把他拉到一旁。爸，这是一言两语说不清楚，你这次让我自己搞定。父亲从小疼我，哪怕娶了继母，也从来不会亏待我。这会也是缓和了情绪，在我的劝说下，准备不管这件事。继母江晚倒是不乐意了，她和李云站在同一个战线上了，教训我：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怎么能这样呢？女人就是要好好辅佐丈夫的。我听到这句话，直接气到头顶冒烟，两个人才拉得动的沙发被我当场掀翻，茶几的玻璃也被我砸碎。我拉着李云和江晚的头发，把他们撞在一起。还辅佐？我看你们两个脑子里还都住着清朝人吧？客厅里响起接二连三的惨叫声，最后还是装作透明人的高浩来把我拉开。我赶紧把父亲和江晚送了出去，现在房子里就剩我和李云母子俩。结婚前李云曾问我借了20万块钱，说是补贴家用，现在我直接把欠条甩在他脸上。想想什么时候把这笔钱给还了吧。本来还躺在地上装死的人，拿到欠条瞬间跑了。我看到高浩一副高高挂起的样子，干脆直接放出了那个视频和这几天收集照片。你婚内出轨还来和我谈条件，你可真敢啊你！你怎么会有？如果你不答应离婚，到时候我去起诉你，不仅什么都拿不到，还有给我支付精神损失费。高浩最终同意了离婚，并且净身出户。离完婚当天下午，我准备回公司报到。当时我留了一手，没有直接离职，只是选择了休假一段时间。没想到这个选择居然这么明智。可就在下班的时候，父亲却突然让我回他那里一趟。等我到的时候，才发现李云和她的丈夫高国强带着高宇上门说亲来了。同父异母的弟弟顾明看到我还兴奋地给我介绍：这是我女朋友，不对，现在说是未婚妻了。我懵逼地看向父亲，而他只是一脸欣慰地看着高宇。你能嫁给我家顾明可真是太好了。李云上前拉着我的手，把我拖到大伙面前。都还是一家人，以前那些往事就过去，不要再计较了。来来来，吃饭。我有些僵硬地看着顾明和高宇，明明今天之前还不知道他们在一起的事情，1周前我还刚见过顾明的上一个女友。江晚也是开心地拉着我的手，一副慈爱的样子。我借口身体不舒服，赶紧吃完饭回家，却发现高浩他还没离开我的房子。不仅如此，他将整个客厅弄得一团乱，根本就没有下脚的地方。带着你的东西马上离开这里，看在这么多年的份上，就让我住着吧，我用家务劳动代替房租。再说了，你赶我走，我也没有地方去啊。看着面前这个无赖，我懒得再费口舌，直接拨通了报警电话，说有人私闯民宅。
警察来的时候，高浩还在说这个房子本来就应该有他的一份，凭什么赶他走？直到我向警方提供了房产证，上面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，这套房子本身就是父亲买给我的婚房。这下高浩没话说了，只能乖乖地收拾东西离开。我看他慢吞吞的样子，又直接请了2个工人过来，把他的东西全部扔到了楼下。高浩一边狼狈收拾，一边骂骂咧咧：“那个婚戒你总得还我吧？当初结婚的时候，他买了一个3000多的钻戒和5万的彩礼，就得到了我家50万和一套房，婚后还想要更多。”我摘下戒指，在手里转了2圈，在男人期待的目光下放进了口袋。不给，就当是卫生费和请工人的费用了。你要真想要钱，应该去把送给小三的包包全部都要回来。高浩灰溜溜地走了，我在阳台看着楼下驮着大包小包的人，忍不住笑出声。第2天下班，我直接拿着钥匙到了李云他们住的地方。刚好家里没人，我向小区施工队的工人借来了一个锤子，把整个屋子里能砸的都砸了。正当我喝着外卖送来的奶茶休息的时候，李云他们回来了，同时来的还有顾明。你个贱人，你见不得我好是不是？嫂子，你这是干嘛？姐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我直接把没喝完的奶茶往地上一扔，拿过锤子把还算完好的茶几一锤砸碎。张口闭口就是贱人，我看你是在说自己吧？还有你，我早就不是你嫂子了，你也别叫我姐，我妈只生了我一个。报警，我要报警！李云喊来了警察，我直接就把准备好的房本递了上去。不过是家里要装修，懒得花钱亲自来砸了。警察看着眼前的场景，瞬间就明白了什么，他有点犯难地看向李云他们：“我要赔偿，他们砸坏了我这么多东西，我的电视，我的冰箱。那这边小姐，您还是要赔偿他们这些？不用，这整间房子的装修还有这些家电都是我买的，只是给你们暂住，还真以为是自己的了。”李云直接坐在地上，又开始撒泼：“你放屁！这明明是我儿子出的钱，是吗？”我从准备好的袋子里拿出一沓收据给警察。这2个小哥明显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场面，看我能拿出这些东西，也不知道还要说什么。我不管，我还有我的衣服，这些你都得赔。我反手又掏出了那张欠条，准备递给警察。这下李云直接从地上蹦起来，阻挡了小哥要接过去的动作，直接就把他们往门外面推。家事都是家事，劳烦了，慢走。他变化的速度令我都不由得感叹。我让他们进了屋捡走自己的垃圾，随后找来锁匠把锁芯给换了。临走前，李云还回头恶狠狠地看着我说了句：“你等着。”父亲这几天心情很不错，因为顾明和高宇的婚期定下了。周末的时候，刚好继母江晚和高明约我到咖啡店，说是有事情要和我讲。我寻思着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就去了。没想到刚坐下，他们就让我把现在住的那个房子过户给高明。姐，反正你现在手上有2套房，父亲手上还有1套，准备过户给你。你一个女的，还是离异的，哪里住得来？你现在那个房子离我和小雨工作的地方都近，干脆过户给我，就当是新婚礼物了。我听完高明说的话，直接大笑了起来。大家都来听听，觊觎我房子的事情居然说得这么好听，还新婚礼物？你和你上个女朋友分手够半个月了吗？我的动静很大，咖啡店里的人不少，许多人已经开始留意这边的情况。哎，别这么大声，我们好商量嘛。他们2个被我的举动吓到，慌忙地降低了自己说话的声音。好商量？你当我傻呀？
我父亲手上5套房子，这5套都有我妈的名字，我妈都出了一半的钱。5套房子3套归我，因为那本来就是我妈留给我的。我一口气说完这句话，坐在位置上顺气。对面的母子面面相觑，然后江婉突然泪眼婆娑拉住我的手：“小梦啊，我知道你一直不喜欢我这个后妈，但看在我照顾了你爸这么多年的份上，我们不要你现在住的那套房了。你把最小的那户，就是你爸还没正式过户给你那个，让给小明好不好？他是男孩，1套房怎么娶老婆呀？”我直接抽回了手，还拿餐巾纸擦了擦。不可能，是我的就1套都不会让。没再管这离谱的母子，我直接拎包走人。不曾想下午接到父亲的电话，说是要我身份证的照片。怎么突然要照片了？没什么，就是社区这边要登记。老头，你快点！电话那边隐约传来了江婉的声音，心上一直有种怪异的感觉。爸，你现在这家吗？在呀。你等我一下吧，我找一下身份证先。挂了电话，不过10几分钟，我就出现在了父亲的家门口。推开门就看到一个中介坐在客厅那里。你咋突然回来了，闺女？父亲的语气慌张，旁边的江婉更是背过头去，不敢看我。我不回来，这房子就突然没了呗。我先客气地把中介送下楼，随后才准备找江婉母子算账。什么意思？就这么觊觎我家的房子？哎呀，哪里你家我家的？小明女朋友家要求有3套房子才肯嫁过来，就先什么？把我的房子先给他们，然后再也拿不回来。爸，你能不能好好想想，就不怕他们就是冲着咱家的房子来的吗？被我这么一说，父亲也不说话了。江婉赶紧上前来缓和气氛。怎么会？我就是人老了想子女都有个家冲动了些，没关系的，既然来了就先吃个饭再走吧。江婉一句话就把事情的严重性降低了许多。我看父亲有点难受的样子，也不敢再说什么。在一种诡异的氛围下吃完饭，我才回了自己的房子。离婚后，我没有第一时间拉黑高家的所有人。躺床上刷朋友圈的时候，我又刷到了李云发的视频，是新家的入住视频。我还在奇怪呢，高家也就只有高浩和高宇2个劳动力。高宇就不用说了，每个月赚的还不够自己花。高浩的工资一半都还在还自己的车贷，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在短期内攒到一个4居室的首付。直到下一秒，我看到江婉和顾明也出现了镜头里。我点开江婉的朋友圈一看，才发现她也发了差不多的内容。配文是老头子买的房终于可以入住了。我直接打了个电话给父亲询问，他知道是瞒不过我的，干脆也说出了真相。你江姨她和我说自己这辈子跟着我无欲无求，现在就想要套房，我这不就给她付了首付吗？那后面每个月的钱是谁给？你不是每个月都会打钱回来？我人老了也没有地方用，干脆就拿去还房贷了。我听完这句话不禁两眼一黑，合着我打回去的钱再给别人做嫁妆了。可是给江婉买的房子，为什么李云用的文案是入住新房呢？就在我还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一个消息直接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。高宇怀孕了，李梦直接拉着人来要彩礼。父亲听到消息，先是笑得合不拢嘴，随后又犯了难。我这不是不给彩礼，只是之前小梦结婚的时候刚给了你家50万，现在又把小明他们的婚房装修了一遍，实在是，那我可不管。没有彩礼，我女儿嫁进来受委屈了怎么办？但不如把你现在这个房子卖了，就当是彩礼也行。看到父亲为难的表情，江婉更是直接哭了出来。老头啊，我就想儿子他娶个媳妇回来，
大不了你和我们一块住进那个房子，我们两家老人住在一起，好歹有个照应。这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，一来一回打的就是这个房子的主意。这房子不可能卖，但是彩礼可以给。李云听到我讲话，一脸的不愿意，但是他怎么贪婪的人，连苍蝇肉都不会放过。给多少？我翻出之前他在我这里借的20万块钱的欠条扔过去。之前你欠我10万，但你给我了5万的彩礼，就算你欠我15万好了。另外还有我之前的50万嫁妆你也没还回来，一共是65万，就当做这次你们的彩礼了。那怎么行？不行的话，只能等你们还钱，我家有钱后才能给彩礼了呢。听了我这番话，李云气愤地拉着高宇走了，顾明瞪了我一眼，也追了出去。父亲被我暂时劝住，要把房子卖了凑嫁妆的心。这几日我也发现李云和江婉的关系越来越亲密，还经常能看到他们一起去逛街。我曾经给父亲办过一家养生会所的会员卡，与此同时我也有一张。但这几天我发现父亲那张卡的余额用得越来越快。今天刚好打算去放松一下，就遇到了江婉带着李云来享受来了。会所里面有一个温泉区，每个池子之间用一块屏风隔开，而我旁边的刚好就是他们两个。哎，那个房子我们怎么拿到手嘞？你那个闺女可不是一个好欺负的。我哪里生得出这种不孝女啊？房子我再去那老头面前装个可怜就有了，你到时候就假装反悔多要一点。还是你聪明，到时候别忘了对半分，反正他也活不长了，趁早把东西都拿走，万一他立了什么遗嘱就不好办了。我将他们的对话全部录了下来，没想到他们不仅贪婪，还心思歹毒。马上找到律师帮忙，以欠钱不还的理由给李云寄去了法院传票。李云再次带着全家人来敲我门的时候，我早早就准备了一份大礼。为了防止他们不认账，我还特地在家里安装了一个摄像头。刚打开门，李梦就猛地冲进来，把同事刚送我的国外手工玻璃杯给砸了。完事，他气势汹汹地指着我：“我警告你，等小雨嫁到了你们顾家，别说你爸那个房子，就连你手上的那3套都是我的。”好大的口气！早上没刷牙吧？我拿出了一个档案袋，里面装着的是顾明约人的证据和之前高浩出轨的视频照片。上门不带礼物没关系，我送你们。我看这李云狐疑地打开袋子，在看到之后又拼命捂上。伤风败俗，这种东西简直是伤风败俗。他收手不算及时，旁边的高宇还是看到了一点东西。瞬间客厅里传来尖锐的报名声。这不可能，他怎么会背叛我？在我知道你们在一起前1周，我还见过他搂着那个前女友呢，有什么不可能的？不要，妈，不要，这婚我不结了。李云听到他这个话，瞬间暴怒，一巴掌拍在顾宇头上。你说不结就不结，必须结。母女俩在客厅进行了一场大战，而高浩只是在旁边默默地捡回和自己有关的照片。要打滚出去打，不然我就报警了。高浩灰溜溜推着另外2个人出去，直到几分钟后，我往楼下看时，李云还在揪着高宇的头发大骂。最近几日，江晚都沉浸在住进新房的喜悦当中，可父亲却日夜担忧顾明的婚事。我干脆趁着年假带父亲好好出国游玩了几天，可就在回来的时候，却发现父亲的家门打不开了。我们2个人站在门口10几分钟都没能琢磨出来究竟是什么回事，直到对面的邻居推门走出来。哎，你儿子前几天找人过来换锁没告诉你吗？父亲本来还好好的心情彻底怒了，
急忙打了个电话给顾明：“家里的锁怎么换了？你现在在哪？马上回来。”顾明支支吾吾报了个地址，说是自己上班没空，要我们自己去拿。我只能先跟着父亲过去。结果到的时候，在场的不仅是顾明，就连江婉还有李云母女也在。桌子上有2份合同，我瞬间明白了他们这是什么意思。就在我拉着父亲准备回去找人开锁时，江婉直接就跪了下来：“老头，我也不是逼你，只是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他成家的大事我没有办法呀。你只要过户过来就行了，住还是一样的住。”我已经被这几个人的厚脸皮无语到了，拉过江婉的领子，我一把掌上过去。随后摆在桌子上的合同我也撕了，拉着父亲找消防员，直接把门给砸了。爸，这件事情无论如何你也不能退步，他们那一群人就是冲着你的房来的。迫不得已，我还是拿出了上次在会所录的音。听到江婉的声音，父亲的脸色变了又变，最后幸好还是缓过来了。我和他结婚几10年，没想到啊！父亲，要不你还是干脆把婚给离了吧。我知道父亲的顾虑，但是江婉实在是太过分了。干脆我就直接找了律师，拟了一份离婚协议。晚上江婉回来的时候，又拿出了一副自己也无可奈何的样子。嘴上还在说着自己只是为了顾明的未来才这么做的。他还煮了一大桌子的菜，全是我和父亲爱吃的。我不相信他就会这么放弃了计划这么久的东西，干脆直接扔出离婚协议书。他竟然直接躺在地上大哭起来。我为了这个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我只是一时糊涂，你居然要和我离婚？我这么多年的时光可算是白费了哟！我不想理他这拙劣的演技，还拉住了父亲不让他管。江婉喊累了就一直在地上躺着，直到我准备回去休息时，我才感受到越来越不对劲，身上起了很多疹子，脸也肿了起来。这都是我过敏的症状。我看向那没吃完的饭菜，才明白江婉做了什么。没等说句话，我就晕了过去。再醒来时，鼻尖都是消毒水的味道。我能隐约感受到有2个人影在病房里晃来晃去。过了一会，那2个人影走开了，我也渐渐恢复了行动力。旁边的椅子上放着我的包包，我掏出手机看看了时间，现在是半夜12点多，离我昏迷的时间大概过了4个小时左右。我确认吃饭的时候，我并没有吃到能让我过敏的花生，唯一的可能就是江婉要陷害我。正当我想着怎么反击回去的时候，走廊刚好传来他和顾明的声音。我留了个心眼，干脆打开录音，躺下装睡。妈，你这样等他醒了不得和咱们翻脸啊。没事，这边妈扛着，等房子到手你想办法和姓高的分手。孩子也劝他打了，别让那个泼妇分到我的钱，再找个时间把他们从那个房子里赶出去，天天看着我心烦。这2个人肆无忌惮地在聊着拿到房子后的事情，时不时的还开心地笑几声。等他们离开后，我马上就把录音发给了李云。这种时候往往还是狗咬狗更精彩。果不其然，第2天李云一家人直接去到父亲家和江婉大闹了一顿。在医院陪我的父亲知道这件事情也是很痛心，他没想到自己疼爱了这么多年的小儿子居然也在算计他。到了我出院的日子，我又以剽窃罪把江婉告了。他在我不在家的时候偷偷拿了我很多贵重的首饰。往常我念在父亲的份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，可现在不一样，很快他就要和我顾家没关系了。江婉忙着对付李云，根本就没时间管我这边。警察将人带走的时候，他还在喊着冤枉。顾明这会也慌了，
他直接跪在父亲跟前，希望那套本来要过户给他的房子还能到他手上。直到这个时候，他对之前自己做的事情不仅没有忏悔和道歉，竟然还在想着获取最后的利益。一气之下，父亲直接将人赶出了家门。之前高宇知道顾明出轨后，也背着大家偷偷又谈了一个对象，我直接把证据给了顾明。没过几天，我就知道了高宇小产后大出血的事情。李云还打电话找我借钱治病。咱们好歹也是一家人，小雨她不叫你嫂子，还要叫你一声姐呢，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拉倒吧，我和谁是一家人都不会和你是一家人。要钱找你儿子，别来找我。这钱你必须给。就是你那个弟弟害得我家小雨变成这个样子的。哦，那你去找他。我不可怜他们现在的遭遇，这一切只能说是自作孽不可活。最后还是李云威胁顾明出了全部的手术费。原本身上钱就不多的人，现在更是连吃住都成问题，因此顾明也找上了我。我对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一直没有太多的感情，毕竟他从小就不是一个省事的主，从小到大闯下的祸几只手都数不过来，拿着扫把直接就把人赶走了。在江晚的那个房子里确实搜出了不少我的东西，也有很多也已经被他给卖了。我得到了赔偿，而江晚也被判刑整整2年。听说在执行当天，李云还特地跑去嘲笑了他一顿。而父亲也成功和江晚离了婚，在牢里他极其不甘心地签下了离婚协议书。顾明至此孤立无援，父亲还念在最后一点亲情上给了他一笔钱，就不再管他。原本要准备过户给他的房子也没了，因为江晚是净身出户，那套新买的房子也回到了父亲手上。而原本因为江晚而住在里面的高家人不满意了，他们狮子大开口，要求父亲赔偿他们这段时间的精神损失费。我拿出之前的欠条向法院提起了诉讼，李云原本还嚣张的气焰一下就弱了下来。20万而已，我们又不是不还，只是现在手头没钱而已。手头没钱，那我记得你们老家还有房吧？不行，那房子不能动，那我只能诉讼到底喽。我们在说事情的时候，并没有注意到高富渐渐心虚的表情。20万块钱只是高浩8年的工资，哪怕要还车贷这笔钱，他们一家人按理说很容易就还上了。直到后来我才知道，高浩因为和小三分手时要回了之前送出去的东西，被女方闹到了公司，导致被开除了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一家处于一个入不敷出的状态。高富那个心虚的表情，是因为他为了还赌债，悄悄把老家的房子给抵押了。正因为这样，他才会怂恿李云以这种手段从我家捞便宜。李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哭喊着要离婚，结果被高富打了一顿。因为不想坐牢，李云东拼西凑的找亲戚借了钱还上那20万，自己只能去当保洁阿姨去打工还债。他们一家4口失去了所有的东西，最后只能挤在一个小小的出租屋里。对于这一切，我只能说恶人自有天收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